如果你成为了一只蚊子，那么你将如何生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PS2 上的一款怪诞作品，它就是蚊，也叫做蚊子先生。这款怪作诞生于2001年，这一年对于 PS2 来说可谓大作云集，最终幻想、鬼舞者、GT 赛车、寂静岭等 IP 纷纷推出新作。就在这个群星闪耀的时代，一只蚊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搞怪游戏的代表。也许你会说，谁愿意去扮演一只蚊子？可事实是，它的魅力绝不止于猎奇。但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会发现这款游戏更像一枚时间胶囊，它封存的是那个一切皆可游戏化的胆大妄为，是曾经开发者对日常生活的幽默解构，也是小众趣味如何突破圈层的绝佳样本。让我们一起回到2001年的那个夏天，去看看山田家的那只小蚊子，看他如何用纤细的口气刺破了游戏创意的边界。要全面理解蚊子先生这款作品，我们就得先回到本世纪初，回到那个 PS 系列游戏主机的绝对霸主时期。那个时候 PS2 刚上市没多久，依靠初代 PS 快速积累的全球玩家数量和粉丝群体， PS2 被赋予了新时代更为重要的使命。这就意味着它不只是一台游戏主机，更是一个庞大的、口味多元的试验场。当市场基数足够大时，任何小众趣味都能找到它的拥趸。索尼电脑娱乐在当时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开放度，主动为各种奇思妙想提供帮助。就这样，在 PS2 以及前代主机上，一批被誉为蠢游戏的作品应运而生。从让人绞尽脑汁的炸弹解谜铃木爆发，到家庭无厘头闹剧荒唐危机，再到恶趣味满满的整蛊小子，他们共同构筑了一个正经游戏之外的圈子。在这里，评价标准不再是游戏画面或销量，而是创意的荒诞程度和趣味性。蚊子先生正是这个圈子中的佼佼者。我们这里必须先理清一个关键概念：蠢游戏不等于垃圾游戏。垃圾游戏指的是纯粹因制作粗糙、玩法稀烂而被称为粪作的游戏，而蠢游戏则特指那些想法清奇、蠢得令人发笑，但开发层面可能是相当认真制作的作品。这类游戏的核心在于蠢而有趣。权威媒体翻米通在2022年明确将蚊子先生列为蠢游戏的代表作品之一。这种定性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业界认可其创意价值，而非将其扫入粗制滥造的垃圾堆。正是在这种宽容的土壤中孕育，让蚊子先生这款作品在2003年还催生了续作，将吸血战场搬到了夏威夷。尽管游戏仅限日本发行，但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在那个时代，只要点子够新够怪，市场就愿意给你机会。而这款作品正是从这个小众创意圈中钻出的一只幸运蚊子。聊完了时代背景，现在我们就来具体看看这只蚊子到底是如何生存的。本作的核心玩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飞行模拟器，但游戏过程却能荒诞到让人捧腹大笑。从现在起，你就是蚊子先生，而你的目标是在山田家平安度过12个夏夜。每个夜晚，你都要潜入卧室、客厅、浴室、厨房等场景中，找到山田家人身上的吸血点，而这些吸血点可能是老爸的光脚丫，也可能是女儿露出的胳膊，再或者是老妈的脚底心。然后对准降落，把你尖尖的口气扎进去。你得稳住摇杆，看着血液一点点灌满你的储血罐，达到过关条件。这就是蚊子先生最基础的游戏玩法循环。看似简单的玩法其实并不容易。本作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游戏给这个吸血循环添加了一个灵魂设定，这就是压力值。这个压力值并不是蚊子自身的压力，而是被叮咬的那位山田家成员的烦躁值，相当于对手的怒气槽。你每吸一口，它的疼痛、瘙痒和烦躁就会增加。如果你在皮肤上的某一点待太久，或者吸食血液的动作太粗鲁，那么这个压力值就会长满。一旦爆表，游戏会瞬间从潜行吸血模式切换成战斗模式。战斗模式中，你面对的将是一个暴跳如雷、体型如山的人类。原本的卧室、客厅等场所瞬间变成 BOSS 战场。此刻你不能再吸血了，唯一存活下去的办法就是去冲撞对手身上的放松点。你需要精准操控，像子弹一样一次次撞击系统指定的特定部位。
给对方来一场荒诞的针灸治疗，直到你的吸血对象冷静下来。这个设计既显得那么的无厘头，但又是逻辑自洽的。你身为一只蚊子，怎么可能打赢人类？所以只能靠这种方式来让对方冷静下来。虽然看似荒诞不经，但这种机制成功的把单调的吸血变成了潜行、吸血、战斗、喘息的节奏闭环，游戏性一下子就有了。关卡设计更是充满了制作组的恶趣味。12个关卡对应12个夏日的夜晚，场景全是日式家庭的生活一角。山田家女儿丽奈的卧室，堆满杂物的储藏间，全家看电视的客厅，还有当年引发不少讨论的浴室。每一关开始前会有一段动画，一本正经地交代今晚任务的背景信息。游戏开始后，你需要像个真正的潜入者一样，利用环境达成任务条件，比如可以故意撞一下手机，制造手机铃声吸引女儿接打电话，让目标相对静止，好让你大快朵颐。或者关掉电灯，让起身查看的山田家人走入你的埋伏圈。用这种让文字操控人类的乐趣是本作最有意思的地方。当然，再好的创意落到操作上也可能成为门槛。蚊子先生的操作手感在当时来说非常有难度，他用的是一套类似飞行模拟的操作，左摇杆控制蚊子的飞行姿态，右摇杆负责精细移动，R1加速，L1减速。许多玩家第一次玩的时候，通常会因操作问题而被各种拍死。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为了模拟蚊子那种嗡嗡乱飞和悬停不稳的真实感，游戏过程中非常容易晕 3D。 抛开这些小问题，本作还是非常值得尝试的。只要熟练掌握操作，整个吸血过程也是极度爽快。这款游戏虽然不那么正经，玩法其实非常硬核，各种信息都会在屏幕上展现。特别是当瞄准吸血点时，画面中的红框和绿框的转换像极了空战游戏中锁定目标的过程。吸血开始后，右上角的吸血动画也能让人忍俊不禁。蚊子先生留给玩家的往往是他的创意和幽默感。这款游戏属于只要你玩过一次就绝对忘不了的那种。这种以蚊子的微观视角，在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家庭里翻飞、算计、与巨人周旋的体验，绝对称得上是电子游戏史上非常特别的存在。而游戏本身则更像一次行为艺术式的角色扮演。蚊子先生这款游戏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被蚊子视角审视下的日常生活切片。这些生活化场景非常真实，甚至真实到有点无聊，但一只蚊子的闯入彻底颠覆了这一切。你作为一只蚊子，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玩家，更像一个拿着摄影机的恶作剧导演，在名为山田家的片场里精心策划着一场场搞笑短剧。开发团队对这种日常生活的戏谑解构，通过视听语言展开剧情。冬を越すためにはもう少々血が必要です。各部屋へ行って全員から吸血してください。游戏采用了冷静甚至略带播音腔的女声旁白，一本正经地解说游戏信息，使用这种播报式的口吻来讲述如何吸人血的反差荒诞感，是游戏中黑色幽默的核心。这种略带诡异的风格，能让玩家在发笑的同时，也陷入一个奇特的抽离思考。日常的生活被另一种生物视角观察，显得滑稽和无厘头。蚊子先生这款游戏出自 Zone 这家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80年代的小公司。在主流游戏大厂追逐画面和销量的年代， Zone 像是一个固执的怪作加工厂，专挑那些没人碰的冷门题材生产。回顾他们的作品，仿佛拉开了一个游戏设计的奇怪柜子，有奇幻动作 RPG， 有封面比游戏本身更出名的射击游戏，还有机器人格斗。他们甚至做过一款恶搞棒球游戏。Zone的路线似乎很明确，他们不求规模，只求独特。他们不跟风大制作，只钻研那些让人眼前一亮或眉头一皱的奇思妙想。蚊子先生正是这家公司基因的嫡传产物。在所有人都想着扮演英雄拯救世界时，他们选择让你成为一只讨人厌的蚊子。这种反向操作需要的不仅仅是创意，更需要的是一份游戏人的勇气。也许你会说，这样的游戏对应的肯定都是小众人群，那么游戏是怎么活下来的？说到这个，又不得不提一下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可以说是 Zone 的贵人。首先是发行方索尼电脑娱乐，那个时候索尼为这款作品开了绿灯，负责其在日本的发行。而这背后是 PS2 时代
索尼对中小型创意项目的包容与扶持。如果没有大厂的帮扶，估计蚊子先生可能永远只能是个提案。而第二位贵人让这款游戏拓展到了海外。2002年，欧美发行商 Eidos 启动了一个名为 Fresh Games 的子品牌，目标直指那些古怪但优秀的日本游戏。统一的亮黄色标装是其标志。当时的品牌负责人凯文吉尔后来回忆，他们挑选的标准就是在日本被认为既奇怪又出色的作品。蚊子先生正好完美符合这个定位，于是他以 Mr. Mosquito 之名，在2002年登陆了欧美市场。Fresh Games 就像一座文化桥梁，把日本特有的傻瓜趣味游戏带给了欧美世界的猎奇玩家。至于具体的游戏创作者，资料显示这是一个以中川宏昭为核心的小团队制作的，索尼方面则派出了小林康秀担任执行制作人。虽然不同资料对头衔记载略有出入，但无疑这是一群充满玩心与技术力的开发者。在 Zone 这家蠢游戏作坊里，在索尼和Eidos的保驾护航下，他们最终将这个玩笑搞怪的点子变成了一款让全球玩家记住了20多年的独特作品。蚊子先生的成功是独立创意与商业体系一次罕见的化学反应。游戏发售后，媒体评论家们不得不承认，扮演蚊子这个点子简直天才，对日本家庭生活的微观呈现相当有趣。但话锋一转就开始吐槽，操作反人类，12个关卡的流程太短，重复度高，后期难度直线上升。很多人都认为这款通过恶搞来展现游戏性的原创作品其实更适合租赁而非购买。所以说，蚊子先生是一盘精致有趣的开胃小菜，但绝对够不上是一道主菜。然而游戏发售后，虽然销量一般，但却迅速在玩家间被贴上了标签。史上最怪游戏之一这个标签让喜欢猎奇的玩家纷纷进行了尝试，以至于在多年以后，在盘点史上搞怪游戏时，总能见到蚊子先生的身影。在玩家心中，蠢游戏不等于烂作，而是成为荒诞但有内涵、蠢笨却用心的代名词。这些也是对本作创意价值的一种肯定。蚊子先生这款游戏名气大大超过了游戏本身的销量，即便很多玩家没有亲身体验过，但大都知道这款怪诞奇葩。这就是蠢游戏的魅力，独特性也能够在游戏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时间来到2024年，距离那只蚊子第一次扰人清梦已经过去了20多年。按照电子游戏快消品的寿命，蚊子先生早应该被玩家所遗忘了。然而这一年，索尼正式将这款游戏作为 PS2 时代经典游戏之一，被重新移植到了 PS4 和 PS5 平台，并纳入了 PS 会员游戏库。这款古怪经典游戏在新世代平台上的再次推出，意味着这类小众题材确实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新玩家也能体验到来自20多年前的有趣作品，足可以说明这部游戏的影响力长久而深远。更有意思的是，来自 PS5 独占游戏《宇宙机器人》第二作中藏满了致敬 PS 历史的彩蛋，而其中就有一个可解锁的机器人，造型赫然是那只熟悉的蚊子。能跻身宇宙机器人的展厅，意味着在索尼官方的眼里，蚊子先生已经和战神、神秘海域等旗舰 IP 一样，成为了 PS 遗产的一部分。这个彩蛋就像一枚荣誉勋章，它告诉所有玩家，无论多小众、多怪异，只要创意足够闪亮，总能在游戏史上赢得该有的位置。蚊子先生在新时代主机中开启了第二春，而这恰恰证明了此类题材的生命力。它不依靠销量，而是凭借其独一无二的怪异 DNA， 在文化记忆的夹缝中顽强存活，并在某个合适的时代节点重新被看见、被讨论。在当今这个游戏类型日趋同质化的今天，蚊子先生的复活更像一声遥远的回响，它不断提醒着我们，游戏的世界曾经、现在也理应容得下一只小小的蚊子。聊了这么多，可能还是有朋友会问，说到底，蚊子先生不就是一个卖噱头的游戏吗？值得这么长篇大论进行讨论吗？如果以传统佳作或者名作的标准，极致的玩法、庞大的内容、精湛的制作一一来衡量，那么这款游戏确实很不合格。但它的魅力恰恰在于它根本不屑于去迎合这些标准，它是一种原始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是一种我偏要这么干的韧性。在千禧年初，在那个开始崇尚电影化叙事和宏大世界观的游戏界，蚊子先生进行了一场逆向逃亡。
它从个人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里跳脱出来，降落到一个普通日式家庭的榻榻米上，把游戏主角定义为一只蚊子。这种极致的反套路带来了一种近乎哲学式的游戏体验，它让你用绝对他者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最寻常的日常。你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一个脆弱、凡人、为生存而挣扎的微小生命。这种体验本身或许就值回票价。这绝对是一款玩过就忘不掉的游戏。它没有那么完美，但是它提供了一种弱者的代入视角。或许正如游戏中的那只蚊子，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并没有那么伟大，相反，我们都是一样弱小的存在。蚊子先生这款游戏的价值，就如同生态环境中的稀有物种，它维护着游戏创意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在当今的游戏界中是最难能可贵的。在当下这个游戏开发成本飙升、类型趋同、商业计算无比精密的时代，蚊子先生这枚来自过去的时间胶囊，它提醒我们，游戏产业曾有过那么一个大胆、包容、允许为纯粹创意而冒险的黄金年代。它不断地在问我们，在追求画面、开放世界和在线服务的今天，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去投资一只蚊子？这点小小的思考，正是这款怪作带给我们的启示。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不知道这只来自2001年的蚊子，是否也叮咬过你的青春记忆？在你的游戏生涯里，有没有哪款像蚊子先生一样的怪作能够让你念念不忘？欢迎分享你的搞怪游戏故事。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